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长安24季本是冲着程毅去的，却被身高168的女配惊艳了。程毅的新剧《长安24季》要播了，权谋剧爱好者们是不是已经搬好小板凳了？这年头，权谋剧市场真是让人一言难尽。好的权谋剧能让你拍案叫绝，比如《琅琊榜》《庆余年》，但更多的是让人看得直犯困，剧情和演技都像闹着玩似的。所以，这部《长安24季》能不能杀出重围，还真让人有点小期待。这部剧讲的是程毅演的谢怀安，背负着血海深仇，被皇帝萧武阳召回长安平叛。这皇帝也是刘奕君演的。话说他自从演了《琅琊榜》里的谢玉，就成了反派专业户了。这次不知道又会使出什么坏招。反贼头子是张涵予演的，这阵容想想就带感。程毅这小伙子演技在年轻演员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。预告片里他那眼神，一会儿冰冷的像块寒冰，一会儿又悲伤的让人心疼，这变脸速度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。尤其是有一幕，他摸着的眼泪哗哗往下掉，但眼神里却充满了仇恨，这情绪转变处理得相当细腻。看来程毅这次又要贡献教科书级别的演技了。除了程毅，这部剧里还有不少老戏骨。王劲松老师就不用说了，演啥像啥，妥妥的演技担当。他在剧里演一个叫吴仲恒的角色，虽然看着有点落魄，但眼神里那股子坚毅，真是让人不服不行。还有刘奕君，这次演皇帝，预告片里他拿着带血的剑，那气势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就冲着这几位老戏骨，这部剧也得追一下。不过最让我眼前一亮的，还得说是陈瑶。她在剧里演一个叫朝露的角色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一出场就让人挪不开眼。这姑娘长得漂亮，演技也好，关键是还不作妖。现在这娱乐圈滤镜10级，磨皮磨到亲妈都不认识的女演员太多了，陈瑶倒好，脸上还有点小雀斑，这真实不做作的样子，真是太难得了。她个子虽然不高，只有1.68米，但在《玫瑰的故事》里愣是把高知女性的气质拿捏得死死的。这次在新剧里，虽然不知道她演的是什么角色，但就冲着她这股子灵气，也得期待一下。说回剧情，这部剧可不是简单的宫斗戏，它把个人复仇和朝堂权谋结合在一起，各种势力互相算计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预告片里那叫一个暗流涌动，感觉每个人都藏着秘密，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这剧情想想就刺激。这部剧的导演和编剧也值得一提。导演是张黎，拍过《大明王朝1566》《走向共和》等口碑佳作，他对历史题材的把握非常到位，画面质感也相当出色。编剧是马伯庸，他的作品向来以严谨的逻辑和精彩的故事著称，这次的剧本肯定也不会让人失望。当然，一部剧好不好看，最终还是要看播出的效果。预告片虽然精彩，但也只是冰山一角。不过，就冲着这演员阵容和制作班底，《长安24季》还是值得期待的。希望它能像《琅琊榜》一样，成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。也希望国产权谋剧市场能多一些这样的好剧，少一些那些让人看不下去的快餐剧。总而言之，《长安24季》能不能成为爆款，现在还不好说。但至少它给了我们一个追剧的理由。至于最终结果如何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程毅和陈瑶，一个扛起了收视率，一个扛起了颜值，这剧稳了。程毅《长安24季》，权谋与武侠的盛唐交响。当《长安24季》的杀青海报席卷热搜，
一幅暗流涌动的盛唐权谋图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。这部由程毅领衔，刘奕君、王劲松、张涵予等系古云集的古装悬疑剧，以文成年间的长安城为棋盘，将权谋智斗与武侠豪情融铸成一曲震撼人心的东方史诗。从一复原的唐代街巷到演员们颠覆性的表演，这部剧正以破圈之势重新定义国产权谋剧的天花板。权谋与武侠的破界融合，当智计遇上刀锋。在权谋剧式微的当下，长安24计以文戏如棋局，武戏若风雷的创新理念破局。剧中，程毅饰演的复仇者谢怀安化身棋盘上的棋手，以火攻藏兵像离间计等36计位刃，在虎臂将军严凤山的暗卫网络中撕开缺口。不同于传统权谋剧的文戏独大，该剧将剑客妩媚的以一敌多、画师白婉的丹青传讯等武侠元素自然融入权谋博弈，使每一场智斗都充满张力。制作团队将视觉及叙事的美学理念雕琢至极致，血目中油纸伞骨节分明的纹理恰似谢怀安恪守的文人脊梁，伞面晕染的血色如墨，将其从清俊书生到权谋之臣的蜕变具象成可触的意象。飞檐斗拱在低饱和度色调中化作铁灰色的繁龙，长安城的每一寸雕梁画栋都在诉说着权力场中的窒息与挣扎。这种将东方美学解构重组的影像修辞，让一景一物皆成为推动剧情的叙事语言。全员戏骨的演技盛宴，从眼神到灵魂的博弈。程毅此次饰演的谢怀安堪称权谋教科书。预告片中，他从县主部的温润如玉到复仇者的阴鸷癫狂，仅用瞳孔凝结、寒霜、嘴角肌肉抽搐等微表情便完成角色蜕变。为呈现角色10年蛰伏的恨意，程毅主动要求删减传统吐血戏码，转而通过握伞柄的指节发白、说话时喉结的剧烈滚动等细节传递灵魂之痛。这种以气喻形的表演被网友盛赞每一帧都是演技高光。老戏骨们的表现同样惊艳，刘奕君饰演的帝王萧武阳，在朝堂上的雷霆手段与深夜毒饮时的孤独形成强烈反差。王劲松化身落魄文士吴仲恒，一句长安不缺聪明人，缺的是清醒人道尽全力场的生存法则。张涵予即兴发挥的词片底喉戏码，更让权谋博弈充满真实的压迫感。1.2亿打造的盛唐幻境，在木头与砖瓦间复活历史。不同于多数剧组依赖绿幕造景，长安24计剧组斥资1.2亿在贵州深山搭建了36处实景街巷。美术团队从浙南采购10万块老房梁木，聘请东洋木匠手工雕刻门窗花格，连西式湖商摊位上的波斯头子、银壶都严格参照敦煌壁画复原。剧中斗茶戏更是惊艳陈宝国，现场展示失传的唐代茶百戏，茶汤中浮现的山水画让程毅饰演的角色目露震撼。这种将文化细节融入剧情的巧思，让观众在追剧时仿佛穿越回那个万国来朝的时代。未播先火的破圈效应，从历史权谋到现实预言，自杀青长安24计便热度不减。程毅眼神杀刘奕君，钻研礼仪等话题阅读量破亿，优酷预约量刷新平台纪录。该剧凭借烧脑剧情与现实隐喻引发热议，主角谢怀安的权谋策略被解读为职场生存法则，君臣博弈更成为职场 PUA 的讨论焦点。编剧暮雪天涯表示，这个角色不是英雄，而是每个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可能性。这种古今共鸣让剧集突破古装剧局限。在古偶玄幻扎堆的市场中，该剧以优质剧本、精彩演技与精良制作脱颖而出，不仅呈现权谋武侠的视觉盛宴，更深入探讨东方智慧与人性。程毅的经典台词“我要掀翻的不是棋局，是制定规则的人”，彰显其突破传统古装剧的野心。2025年底，这部开辟国产剧新类型的佳作将带来怎样的传奇，令人期待。